这个时间，组长小姐怎么没有在办公区休息？我对此也很意外。明明前段时间我已经表现得很乖了。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让我看看你在这个地方都学到了些什么吧。我们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我也很喜欢这段跟你谈天的时光。说起来，你已经决定好毕业后的去向了吗？可我觉得，你未必要听从他的建议。一个人从事的工作需要从兴趣、发展等很多维度考量。评分只是数字，而不是做决定的唯一标准。
原来你对系统这么了解。没有将你分配到系统运维专业，是他的失误。其实我只需要你回答一个问题：你真的笃信系统的判断吗？你终于来了。我刚刚还在担心你是不是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和我见面。原来你来见我只是因为工作吗？原来清除记忆的雏形是通过注射实现的，那怎么能避开对神经的损伤呢？这说不定是我最后的时刻了，你不能顾及些过往吗？可一个人的当下是由过往塑造的，某种程度而言，这就是从心理上抹杀人格。我教导过你，犹豫是最容易导向失败的情绪。
组长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什么关系？组长小姐这么理性的人，也有过这种阶段吗？也很什么？可以说下去吗？除了系统的客观记录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在你眼里是个怎样的人。既然组长小姐会出现在我的记忆片段里，那你一定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真的不可以帮个忙吗？要怎么知道系统每次更新的评分呢？好像每次接受护理时，我的心都会跳得很快。我的休养期还有多久？如果我一直没有恢复，你就会像这样每天来看我吗？可你真的觉得系统不会被数据所欺骗吗？只会高效评判，却从不深究成因。即使想利用它，也不是件难事吧？因为我好像已经成功地骗过他了。我对药剂有不良反应，就是系统做出的误判。我在受刑后，其实并没有任何不适。
只是有些习惯性失眠，所以白天的时候偶尔会感到疲劳。那天我回忆过往的医疗知识时，忽然想到了一件有趣的事。疲劳和精神不济这种症状，其实也是药物的不良反应之一。如果故意表现出更多药物反应，系统会怎么判断呢？我忽然冒出了这个念头。于是我试着向虹膜装置增加了一点可控且精准的暗示，比如间歇性的呼吸加快，以及你看，它所拥有的每项数据其实都是精准的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依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你觉得我刚刚说的只是一派幻想？可以，不过我随意操作的话，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我知道，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让它慢慢生效了。在系统更新评分之前，我要调整出标准的心率，才会应对检查。不用担心，我也很珍惜这副你帮我认真调理过的身体。
1.5毫升是恰好可以达到理想状况，又不会造成过重负担的剂量。因为系统判定人类的身体甚至心理状况时，会同时考察多项指标。譬如判断某人是否认同系统，就会调取他接触相关信息时的心跳、血压、呼吸频率等数据。当然，单次的波动无法骗过他。好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接受营养针护理，观看影片时心跳和血压都处于高位，自然能规避对厌恶情绪的判定。再配合上一些似乎发自内心的微表情，我原本也这么认为，不过刚刚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猜想。既然现在的我可以骗过系统，当初或许也能做到同样的事。我是说，如果入狱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呢？假设这个不合常理的结论成立，那这里一定有我想要获得或者实现的东西。可监狱与外界相比，特别在哪里呢？这里处在岛屿上，环境封闭且高度依赖系统。饮食的安排、药品的剂量，系统会根据罪犯的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。所以不必等待2月1次的评分，就可以得知他的反应。这么看，对于测试系统漏洞来说，是处再完美不过的地方。这一点就要向你求证了。从记忆投影的时间推算，你恰好是在我入狱半年前进入的监狱系统。无论从时间还是身份而言，都像是为这场实验量身打造的人选。世界上当然存在巧合，但如果接二连三就是推波助澜的结果。我明白，人行事需要给自己留些后手，但我已经证实了系统的漏洞，这场实验也可以到此为止了。你还不可以对我坦诚吗？
那你是真心笃信系统的判断吗？聪明的孩子。监狱虽然封闭，但很适合展开实验，验证你我的某些猜想。或许，你愿意提前进入监狱系统中吗？不，你只需要作为见证者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我还以为如果我失败了，你会很乐意将我永远囚禁在眼皮底下。毕竟聪明的孩子不会只给自己留一个选择。我倒是觉得，不如挑选一些没有医学基础，但对系统存在反抗心理的人作为对照组。毕竟除了技巧，更重要的是质疑的勇气。那么，实验该开始了。